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这我们向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严惠慈议员、黄伟汉先生、吴世怀委员、陈世娟议员、陈凤馨小姐。好，川普证实，我自己打电话给马杜罗，叫他滚蛋，想活命就赶快逃亡，不要再留在这边。到时候我告诉你，我进空域把你封锁了。我们以前只想到封锁，只想到海域，对不对？空域把你封锁，飞机都不要进去。川普讲完话以后，6个航空公司所有到这个飞这个委内瑞拉班次全部停飞，那现在呢说，我陆军都要派上去啊，打你，看你要不要活命。所以你要活命，赶快逃，不要留在委内瑞拉啊。那但是呢，川普就昨天召开了国安会议，说没有排除出兵委内瑞拉，随时可以出兵委内瑞拉根本不堪一击啦那马杜罗跟川普有通话，15分钟结束了。因为马杜罗说，希望如果要我走，我本人、我的家属全面法律特赦。美国对我们的制裁，美国已经很多制裁，通通要取消，而且呢，要终结在国际刑事法院的案件，通通不能罚我，而且要超过我有超过100个我们的政府官员也不能制裁他们。美国因为制裁一堆人都不能制裁他们。而且呢，要由我的副总统罗德里格来看守这个带领看守的临时政府筹备新的选举，所以讲不到15分钟，川普都 no 所以呢，现在说他只有1个礼拜时间可以考虑，你自己带了家人到任何你选的地方去，你走吧，所以呢，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You had a phone call with Maduro, did you? I don't want to comment on it. The answer is yes. Would you say it went well? I wouldn't say it went well or badly. It was a phone call. 根据迈阿密先锋报报道，川普在电话中告知马杜罗，要他和家人立刻离开委内瑞拉，才能保证他们人身安全。马杜罗回应说，可以将政治控制权移交给反对派，但坚持保留对军队的指挥权。And this is going to put Latin America in crisis because an invader comes in, and that's what Trump has in his mind. 美国将委内瑞拉领空视为关闭，但看看飞行雷达图，隔天上空仍有飞机在飞行。总统马杜罗也现身公开场合回呛，就算遭到制裁封锁，委内瑞拉还是过得很好。整个走廊满满都是人，等待要进入投票所投票，因为洪都拉斯总统大选结束投票，选情胜负难料，极度焦灼。现任总统卡斯楚推出的候选人蒙卡达对上右翼候选人阿斯夫拉，是获得川普力挺，与反对党自由党的纳斯拉雅双双都支持与台湾复交。中国用各种样的方式利诱的方式来建立邦交其实建立在一个不稳固的基础上面。相对的来说，我们对于友邦的协助跟合作是建立在一个比较可持续的一个发展上面。其实我国友邦圣文森上个月国会大选结果由亲中政党的富莱德胜选，担任总理并组成新政府。不过他所属政党主张要与台湾断交，与大陆建交，我国邦交状况也引担忧。跟圣文森的邦交已经44年过去在各个合作领域上面都非常的坚持，我应该是还是有信心的。好，委内瑞拉，川普是说那个总统马杜罗呢是跟毒枭有关，贩毒卖毒品给美国，所以要把他干掉他现在光打那个船已经死了80几个人了死了83个人。那另外呢，刚刚看到洪都拉斯大选，川普要介入，说我只要支持谁如果他没有当选，我要切断减少对你们的这个经济的援助那所以呢，如果洪都拉斯变天的话呢，因为他2个候选人，第1名、第2名，现在只差500票，这第2名都赞成跟我们复交，为什么？因为台湾以前买他很多白虾那现在白虾卖不出去了那所以现在用人工计票。另外，圣文森有可能要跟我们断交的党呢赢了，所以呢，总理可能是要跟我们断交党，所以一个洪都拉斯可能跟我们复交，一个圣文森可能跟我们断交所以1加1减。不过洪都拉斯比圣文森是大了那么老沈怎么看？我觉得委内瑞拉我们就不去谈它了，为什么？因为老美一向把拉丁美洲加勒比海这些看成是它的后花园，那一向几百年来都是予取予求，几乎把它看成是自己的殖民地。所以呢，我觉得
打击毒枭啊，恐怕只是借口之一了。要颠覆人家的政权，然后掏空委内瑞拉，我想才是真正的目的。我比较有兴趣的是洪都拉斯，因为洪都拉斯很穷啊，他有3个候选人，有2个挺我们，那挺我们就是为了白虾。那白虾为什么跟我们断交以后，老共答应全部照收照买？没有兑现，为什么？是洪都拉斯的白虾太贵了，那贵的其他邻国的白虾大概贵了2倍到3倍以上，所以人家不买所以在老共的心目中，外交这个领域啊，他是看着最紧的。所以我们台湾，他一定非常努力把我们做成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我们没有大使馆，没有领事馆，只有办事处，而办事处的名字叫台北，不能叫台湾。而且它的名字呢，正面表列只能讲经济跟文化，就自然而然的把政治排除。你看多严谨啊，非常的严谨。所以呢，这个通告里头写，我们台湾没有外交领域没有用专才，专才也没有用啊，专才派不上用途，就是把白虾的交易讲好就好了。那我记得不久以前呢，外交部自己觉得有点尴尬，因为他进去的那个大厅有摆着有邦交国的旗帜，那现在剩下12只，难看了，所以不晓得哪一个专才想出来一个说，只要有办事处旗帜也一通通排起来，这个好看。他没有想到，如果这样的话，那有邦交的是不是要往前排一步？因为应该有所差别哈。我不晓得现状是怎么样，因为我已经没有进去过外交部了。所以我倒有一个建议啦，我说一个国家穷到只是这个白虾不能卖出去，它要的价格就变成总统选举的主要政见，而且3个里头有2个就是喜欢台湾，他当选以后买他的白虾。我觉得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说，跟我们复交以后，我们那个白虾的钱照给，但是呢名目改变。就是敢说专款补助洪都拉斯的虾农，那虾呢，就是送给我们，不必专程送回台湾。我们虾多的是啊，我们虾就是要进口，往越南进口也比较近啊，何必老远从洪都拉斯进来呢？那这些虾干嘛？我觉得送给加勒比海所有这些周边国家的中国餐馆，定期免费送给他们，然后餐馆门口要写说本店的白虾是由台湾人民有谊贡献，这样我觉得省了运费，对不对？虾子照拿，钱照给，还有那一代的中国人，不只是中国人，上中国餐厅的都知道台湾人的友谊到家到，连虾子都给。吴委员怎么看？其实我从另外一个面向看就是从1战、2战到现在，没有一个国家的总统可以对别的国家说：“你不听我的，我把你干掉。”这是流氓，这是流氓！你赶快跑，要活命赶快跑，只有你跟你家人跑。这个是什么样一个民主自由的世界？再讲洪都拉斯还有这个孙文生的问题，介选到这种程度。我们现在的执政党最喜欢讲，哎呀，境外势力介选，境外势力如何？川普是公开讲，你支持他，我就给你机会；你不支持他，你支持这个，没有钱了，我什么经纪人就可以断掉。这个是违反联合国宪章、违反世界民主自由的条例。但如果我们大家现在我们中华民国真正的困境不是外交，12、13、14 ，so what？我们现在的问题在军事威胁、经济不景气、关税谈判、基层民众、火烧大楼、长照俄服，太多事情要政府去解决，结果天天拼的1、2个，拼得要死。就像大佬刚才讲的，买了白虾又怎么样？台湾会不会更安全？经济会不会提升？关税谈判会不会更好 ？No， 那当然我们要努力嘛。可是不要搞这种叫做精神胜利法，川普说的都是对的，我非常不认同川普这种欺负弱小的做法。你要有办法，有政治，有经济，有外交，很多手段去逼迫委内瑞拉听你的，而不是那么像流氓一样，有点像黑道。你不听我的，
我杀你啊！你要活命赶快跑。这台湾我这样对赵大哥讲话，明天你就告我了。可是，在国际上，他说的算，那你能怎么办？我觉得这是完全不足取的一个大国总统。来，凤雪。现在的局势呢，其实都在中南美洲这几个国家。那么委内瑞拉的情势啊，其实我必须说，很多人都认为川普其实要的是委内瑞拉的油。虽然说美国现在自己产的油非常的多，可是委内瑞拉的那个重油其实是美国所缺乏的，所以他们在许多的炼油的那个环境当中，其实是需要有委内瑞拉的重油。川普当选了之后呢，其实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其实川普曾经说过，说美国的石油公司即将进入委内瑞拉，在今年2、3月的时候，但是呢，这件事情始终没有成真。那现在采取的是用炮舰外交，然后给他威胁拉到极致。当然，我觉得委内瑞拉确实是不堪一击，就跟当年的阿富汗一样。但是委内瑞拉如果到最后跟美国采取游击战的纠缠的话，美国其实也吃不消。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谈判筹码。但是呢，你从委内瑞拉可以用炮舰外交，而刚刚这个所提到的对于洪都拉斯的这个直接的介选，它不是第一次。其实之前10月的时候，在阿根廷，那时候是国会选举，他就公开的说，米莱的政党如果赢的话，那我就会继续的支持你们的外汇400亿美金。如果说米莱的政党输的话呢，那我这个400亿美元就没有了，就会赢了。对啊，所以赢了，所以然后钱就可以外汇，然后阿根廷的这个外汇呢，披索呢就稳住了。我去过洪都拉斯。洪都拉斯呢，简单一句话，它就是一个国穷民富的国家。国家穷得不得了，那个穷到没有一个道路是这样子，很顺利可以通行的。但是街上跑的都是豪车，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那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就他们的地下经济非常的猖獗。我现在讲地下经济其实是已经很委婉了哈。那当然有人讲的其实是更多的那种非法，而且是更严重的一些非法，所以官员也不太能够执行任何有效率的事情。那么民间呢，就会，如果你是走非法路线的话，你可以活得很好；如果你不是走非法的路线的话，就非常的惨。我那次去洪都拉斯呢，刚好是他们有经历了中美洲非常大的一次风灾。所以现在大家在讲说是因为洪都拉斯的白虾，对不起，我都觉得简化了外交了。那只是把其中的一个问题单独拿出来。洪都拉斯对台湾的求绝对不只是如此。如果只有这么简单的话，外交哪里会那么难做呢？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呢，中美洲的这个整个的风灾，我们要去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去萨尔瓦多，还有瓜地马拉。那我们在迈阿密过境。当时在迈阿密过境的时候，我看着美国的媒体就形容说他们去救援啊，等等等等，就其中就有一个小朋友，然后就看着那个救援的人说：“你是不是来自台湾？”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眼睛一亮，这样子，我说为什么会这样问？因为他们觉得在那种情况之下，会施以援手的只有我们，所以他会把每一个救援的，就他们政府也一直在宣传这件事情。但是为什么到后来我们其实做的真的非常的多，但为什么到最后一个像骨牌一样？你知道中美洲国家其实非常团结的，因为他们有很多当年其实在西班牙的殖民的情况之下是慢慢被分割出来的，而并不是他们原始其实是一个大的国家，然后慢慢被分割出来的。其实说穿了，它其实就是一个中美的竞争，还有一个左右派的竞争。中美的竞争其实它还是表面上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左派跟右派的统治是非常极端化的。我举例来说，哥伦比亚这个几十年来都是右派执政，转成左派总统，他到美国去骂美国啊，这是过去哥伦比亚从来不曾发生过，因为它是最亲美的一个国家。那玻利维亚20多年来都是左派，现在转为右派，现在变成跟美国关系非常的好，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在左派跟右派。那巴西鲁拉是来自于左派的，那他的前总统是右派的，所以川普要力挺前总统到现在。米莱是极右派的，所以川普要提米莱。而现在洪都拉斯前2个这个候选人，当然现在差距很小，只有515票，他刚好就是一个右派一个左派，所以。其实它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右派当选的话，那么整个拉丁美洲的左派势力就会受到削减。如果那削减的是鲁拉他们的影响力，但是如果说是右派当选，
川普对中南美洲的影响力就会更大。我们当然可以从我们的角度去看待国际问题，但是我会建议大家，既然我们要评论这件事情，我会希望用国际的角度去看待这个国际问题。那是中美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区块，那是在就是殖民后最多反省的一个地方，他们的左派跟右派的大幅度的竞争，美国到底能够影响多少？这一次洪都拉斯的选举是很重要的。徐小姐回来。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啊，之前呢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啊，万一发生什么问题啊，不排除这个自卫队出动啊，那大陆很生气啊。然后呢，高市回来又说呢啊，按照旧金山合约呢，这个我们已经所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都被收回了啊，所以呢，台湾的我们没有这个道理来评论台湾的法律地位。结果呢，人民日报老公还很生气，说你什么意思啊？你有炒作台湾未定论啊？所以你是一错再错嘛？你哪有后悔？你哪有收回？你哪有退让？你没有啊！你进一步还说台湾地位未定，哦，所以呢，中国第2次状告联合国，说日本呢是无理狡辩，哦，反驳他的无理狡辩。那而且呢，他向这个联合国告状，说高市早苗是挑衅我们中国的主权。那日本的官房长官说这不是事实啊，我们没有这个意思啊，我们是维持一贯的做法。那这个中国海警也进入日本领海啊，主要到钓鱼台逼近日籍的渔船。中国海警啊，这是我们的，不是你日本的啊。你说我们台湾地位未定，我告诉你，这个钓鱼台琉球才地位未定的啊。那高市早苗出席阿拉伯的投资会议，用《晋级的巨人》里面的台词说呢，这个 Just shut your mouth， 闭你的嘴，闭嘴哦。And invest everything in me， 投资在我身上就对了哦。他主要是去那个投资会议了啊，讲说投资我，相信我哦。那另外呢，日本呢有这个流行语大赏，那高市早苗有获奖了，为什么呢？他跟这个他们的同党的国会议员讲了这个五个同样的字，叫做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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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日本记者问他说，一般日本人呢强调最多讲3次，工作工作工作就好了。你干嘛要讲5次呢？哦，他就说，意思就是说呢，我这个是要强调语句。你可以想得出来，日本其实基本上还是蛮重男轻女的，就是在职场，在政治场上，很多自民党里面的男人就认为高市根本做不久，很快就要下台的。哦，就像以前英国那个女首相一样，特拉斯吧还是什么？对。哦，做不久的，就没想到呢，北京越骂他声望越高，越骂他声望越高。前几天72%、74%，现在这个支持度叫75%了哈。那另外呢，这个日本说，因为高市不怕踩中国的红线，结果呢，他喊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呢，日本的媒体人说已经等太久了。日本人觉得说，其实日本人呢心里面呢就觉得自己很骄傲的。日本人觉得他是亚洲最优等的民族，所以其他都看不起的。所以呢，之前好忍气吞声，现在呢，哇，高市帮我们出头了啊！那另外呢，这个他的包啊，他叫什么？托特包爆红，订单已经排到明年8月底了。哦，所以呢，自己提包包，不要随扈提包，成为政治的新标，因为都是随扈帮你提各种包，他自己提。我们看一下。工作5连发，这是高市早苗在选上自民党党魁当天发表胜利宣言中的金句。高市成为继2009年日本政坛变天时时任首相洪山由纪夫的政权交替以来，再次出现拿下最强流行语的日本首相。只是高市在颁奖典礼上还为他的话道歉，他说不是要让日本劳工过劳，只是希望自己能更努力为人民服务。他最近参加东京未来投资倡议峰会，还引用人气漫画《晋级的巨人》主角爱莲的经典台词说：“闭嘴，把所有投资都压在我身上就对了”，让全场欢声雷动。除了日本，英国的牛津大学也选出了今年的年度词囊 Rage Bait。 It is defined as online content deliberately designed to elicit anger or outrage by being frustrating, provocative, or offensive. 牛津大学说，这个词在过去1年使用的次数比先前多出了3倍，席卷网络世界。来，魏慈。我想这个高市哦，我之前有评论过他，我认为他接任之后，他其实展现的一个是立场很坚定，
但是他态度可以很柔软。这个新的这个从政的这个模式哦，但我们看到确实最近大家看到中国动作频频，但是高市的这个民调支持度在国内是非常非常高，这个已经都破70%以上。那这个它的高支持度，我看到那个民调啊显示，主要最高的来自第一个，他认为他的人品是可以受信赖的，另外是对于他的领导力，大家是肯定的。那我们就看到，就说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你看到中国连滨崎步要去开演唱会，都把人全部都叫出去，不准一个观众入场，哇！结果这个滨崎步在他自己的脸书，在他自己的这个社群媒体上面转发，他在空无一人的这个万人场馆当中，他坚持把每一首歌都唱完，甚至连安口曲都唱完。这一波操作，其实在日本也掀起非常非常多的讨论。那所以你看，这个中国越是施压，其实在中国的在日本的民众心中，大家对于这个中国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度，其实是越来越反感的。那我们就很好奇，就说这个中国这样子的态度，到底要演变到什么时候了？哈，因为一开始大家还记得，其实是中国驻大阪的这个总领事薛健，他有讲嘛，先从高市开始。对，可他也有讲说要斩首啊，那斩掉你，斩首你肮脏的头颅。是，那刚才司怀委员有先讲说，如果从这个川普对这个委内瑞拉这种强硬的作风来看，其实中国更是不遑多让，连一个总领事都可以讲出哇这种斩首的这种语言，而且。这后面其实日本已经态度放软，这个高市啊，他态度可以软到就说，我本来讲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件事情，我是被问的，我不是主动提的，而且他也再一次重申说，我再也不会讲这个议题。他态度可以柔软支持，我们可以看到，相较之下，中国的强硬跟哇，其实无所不用其极，连这种流行文化，连娱乐活动。都要每一件事情其实都要制裁。其实我觉得那个不只是在日本人心中了，我觉得在整个东亚地区来看，台湾的网友、韩国的网友，大家看到这些事件都可以感受到，就是说难怪现在中国大陆金价比较够狼玩。来，伟汉，高市早苗是日本国有史以来第一位的女性首相，因为她是第一位，又是女性，所以一定会有新鲜感。所以受到很多日本的国人的这个怎么讲哈期待也好，或者说他是不是跟之前几个这个首相不一样？再来正前方好，就前一个首相是石破茂，刚好跟他有个完全好，这非常强烈的对比。刚刚主持人给大家看的，他拿的那个包包，还有他做笔记，他抄得非常快，走路都用小跑步的，这个都跟石破前首相有很强烈的对比。那我们今天我们在台湾看高市，我们是从台湾去看高市不一。每一个国家，中国大陆看高市可能觉得说他在搅动这个台海关系啊，但我们就讲日本人看高市，以目前状况看起来，民调是高的，尤其是年轻人20到29岁，其实他50岁以下都很高啦。就是说年轻人喜欢他这样。那观众朋友，我很快把它讲完因为高市的话题我也谈了很多，因为很关注高市首相的很多事情。高市到现在为止11月7号的这件事情引发了风波，已经全面性的，水产不买。演唱会可能就被迫要终止，还有唱到一半的，那个唱《航海王》的，那个叫大龟珍惜，他被断电。那个刚刚这个讲的位置讲的是这个，就是滨崎步是前一天通知不要唱啊，现在也惹出一些纷争啊。现场工作人员讲说，那个并没有真的唱，只是彩排。那大家又在吵啊，彩排会穿正式的服装跟放彩带吗？这个不管我们先不用介入这些事情。我只是讲说，当现在目前已经造成冲突，中国大陆方面也一直要他撤下11月7号改口。他有没有撤？高市没有撤回，高市没有退让，而且民调并没有下滑。那他有他的做法。我之前在看日本民调的时候，有关于这件事情以及台湾有事的说法，过半的日本民众都是支持。我再强调的是日本民众支持。你说大陆民众不支持，台湾民众有不同看法，对，但日本民众支持。但你看到我在看民调的时候，发现他最大的隐忧，或者说他以后可能要掉下来，总有一天要掉下来嘛，其实是经济。所以刚刚其实我们看到他在这个招商的时候就引用近期的巨人里面的台词去讲，其实我会有点害怕，就是说，如果
没有看过的人会了解吗？可是现场是掌声的。好，后来回过头来才知道说，原来在过去这20几年哦，日本的动漫在全世界还有欧洲以及很多国家，《进击的巨人》啊，《航海王》啦，《火影忍者》，其实都普遍被其他国家的年轻人都懂。所以这些40岁以下的这些商业领袖，他们也都有看，所以他听懂他的意思。否则你叫大家闭嘴，看起来好像很没有礼貌。意思就是你不用怀疑，跟着我走就对了。Japan is back， 他要的就是这个。哦，这日本要回来了。请你投资日本。那如果日本经济能够搞好的话，现在目前的那个中日对抗的那些问题，显然日本的国民并不会因此而对高市降低他的支持。他只要把经济搞好的话，他的民调制度可能都还会维持在一个高点。不，基本上是这样哦，就这个事情发生在任何国家，包括发生在台湾，大家只有支持啊，你敢去骂吗？今天大阪总领事要砍掉你的肮脏的头，你今天在野党敢骂这是对的吗？当然要支持嘛，就跟当时候记不记得李登辉？那时候这个跟林洋港、陈履安选举，对不对？因为老共搞那个演习，有没有？李登辉大的赢啊，赢林好配，赢陈履安配。当你外面有这些威胁的时候，里面是更加团结，而且不敢去质疑你的领袖。他其实就这样，民主国家的选举其实就这样。那可能这个大陆方面，因为他不是一个选举的这个的国家，所以对他民主是一回事，他不了解，就是说民主国家，他认为这样压你一定要退让，你越压他越不会退让。你除非把它毁了，但是你又不能把它毁了，你有能力把它毁，把它毁了，你毁不了它，你既然毁不了它，对不对？那你现在外面压力大，你自己想看，你们今天任何人是高士，你能不能会退让吗？你退让，你这首相还干不干呢？当然不能退让嘛。而且你退让的结果，其他的在野党跟你自己党里面也会骂你嘛。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就僵在这个地方，那到底会僵到什么结果，会到什么地步，大家拭目以待。休息一下再回来。